美国白宫周一首次确认，多次尝试通过不同渠道与朝鲜进行接触，不过没有下文。而朝方则于周二向美国新政府发出了警告，提醒美方别使坏招。有分析指，这是今年1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朝鲜首次发表官方立场，相较以往并没有十分激烈。由此推测，朝鲜将在进一步观察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走向后，再敲定对策。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周一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近2个月来，咨询了前任政府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也通过盟友包括日本和韩国的管道尝试接触朝鲜。And so I can confirm that we have reached out. We obviously have a number of channels, as we always have had, that we can reach out. Diplomacy is always our goal. Our goal is to reduc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But to date,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response. 普萨基指出，在特朗普任期最后1年，美国与朝鲜的对话几乎中断，但外交手段仍是美国对朝政策首要方式。因此，未来美国将会持续扩大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接触。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就对朝政策进行评估，预计将会在数周内完成。美方此时这个向外界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是向朝鲜喊话：这个美国新政府愿意与朝鲜进行对话。愿意谋求两国关系未来向前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新政府上台执政以后了，这个美国政府对朝政策到底如何？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谈判会不会进行？大家都画上一个大的问号。这个是美国政府向外界我们说发出一个非常肯定性的一个信号。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关于朝美接触，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支持朝美对话接触，支持有关方开展双多边对话，各方应共同努力，延续当前半岛和平稳定局面，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萨基发表讲话之后第2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就发表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讲话。金宇正对美警告称，如果美国新政府要和平，就别搞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外界注意到，在拜登1月就职前不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谴责美国是朝鲜的最主要的敌人，在阅兵式上公布了1枚新的潜射弹道导弹。而金宇正的最新讲话被认为是朝鲜官方正式对美国新政府喊话。那么金宇正的这个讲话呢，我们看得出来，应该说是比较强硬的。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说布林肯要访韩。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我觉得朝鲜他是希望向这个美韩呀呢释放一些信号。但所谓的示强，我个人觉得他是想影响这个美国跟韩国的一个政策协调啊，特别是希望美国的政策不要走到这种对朝的一个激烈的一个打压的一个这个局面上去。金宇正在讲话中将矛头对准了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美国和韩国当地时间3月8号在韩国开始举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以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为假想前提，将持续到18号。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韩首次实施联合军演。据韩国军方介绍，由于新冠疫情蔓延，此次将不进行需要动员大规模兵力的野外机动训练，演习规模也比以往缩小。不过这仍然惹恼了朝鲜。金宇正严厉批评韩国，称例行性防御大幅度缩小是韩国当局玩弄的文字游戏，似乎在期待朝鲜的灵活的判断和理解，这真是幼稚、厚颜无耻、愚蠢的做法。朝鲜方面是反对针对同族的联合军事演习，无论演习的规模和形式，不管演习规模是不是小的可怜，是50人参加还是100人参加，针对同族的侵略战争演习的本质和性质是一样的。朝鲜经常把美韩的定期演习称为入侵预演，并以导弹试验作为回应。金宇正在讲话中说，韩国政府又一次选择了战争的3月、危机的3月，而不是在全体人民面前选择温暖的3月。他还说，如果韩国政府听从主人的任何指示，3年前的温暖春天就回不来了。他还威胁说，如果首尔采取更加挑衅的行动，将取消南北军事协议。这个朝韩关系的确是没有太多的理由保持乐观。
我们知道，除了金宇正发表我们说措辞严厉的批评韩国政府的这么一个讲话之外了，我们说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话，在8大的讲话也对韩国提出了严厉的这么一个批评。所以的话呢，这个文在寅政府执政时间不长，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这个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很难实现我们说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在讲话末尾，金宇正警告了美国当局。金宇正表示，借此机会对希望对大洋彼岸向朝鲜国土散发火药味的美国新政府提出了忠告：如果想在未来的4年里睡个安稳觉，就不要在一开始就制造让自己无法入眠的事端。韩国政府多部门周二当天回应金宇正的讲话。韩国统一部表示，韩美联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引发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导火索。韩方将全力推动此次联演，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提供有力支持。韩国国防部则表示，韩美联合指挥所演习是年度例行的防御性演习，朝鲜也应为实现韩半岛永久和平稳定展现灵活姿态。韩联社分析指出，考虑到这是今年1月美国拜登政府成立以来，朝鲜首次发表官方立场，其姿态比较低调。由此推测，朝鲜将在进一步观察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走向后敲定对策。拜登政府上月起尝试同朝鲜接触，但未得到回复，也与此一脉相传。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资深委员赵成烈分析认为，朝鲜将视美国的态度予以回应。此次谈话释放出朝鲜不会先发起挑衅，朝美对话仍有余地的信息。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林以初表示，虽然朝鲜借韩美军演之机向韩美发出信息，但其真正的意图在于提醒韩美不再刺激朝鲜、克制损害朝鲜自尊心的言行。